昏迷已久，现赐10玄血，令其醒神。是。谷主，小程兰兰，你们命人轮流守着，仔细照看。是。他们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可能这病不好治吧。薛谷主，薛谷主，墨儿醒了吗？啊！他已经醒了。墨儿究竟得了什么病啊？令公子是早产孩儿，先天已然不足，体虚孱弱不称，正气虚羸难续，致使真阴耗竭于内，元阳虚浮于外，可谓病入膏肓，命悬一线。撑到此时，已是难得。那薛谷主可是有救治之法？那是自然，只是3日之内，你2人不得踏入药炉半步。3日，这3日我们都不能去看望墨儿吗？可是墨儿从出生以来，从未离开过我身边片刻。况且他已经醒过来了，还望薛谷主体谅我这个为人母的心情。若是想见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多谢薛谷主。那你此刻便带他出谷离开吧，如此便可日日相见。既然薛谷主提出这样的要求，想必是已经有了信心，能让墨儿在3日之后康复了。你不必拿话试我，说了3日便是3日。你若信我，便等3日；如若不信，现在就走。师妹，既然已经到了药师谷，就安心等3日吧。谷主，是否安排那2人去山脚下的龙门村住下？安排他们在客房住下。按照咱们药师谷的规矩，病人家属一律只能住在山下，只有病人才可以住在谷中。谷主怎么会为他们破例？难不成是看霍七公子英俊帅气，所以才……哦，霍七公子先前破阵而不入，反而退到门外，想必谷主应该是敬重他的君子之举，所以才做此安排。嘿，原来如此，去安排吧。是。那边的我拿了。好。帅的还挺好，这个。哎，先等我一下啊。好了吗？走吧。快了，走吧。那我们回去吧。帮我搭把手。好。夫人，小环，这都1天了，你快回去休息吧。夫人，可是我……听话。是。
雪花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遇见了一个人，他拼命想要救起一个孩子，就如同当年你拼了命想要救起我一样。六哥，今日是我们结拜的日子。在下徐崇华，在下霍展白，皇天在上，今时今日，我二人结为异姓兄弟，同患难，共生死。六哥，老七，干了！往年此时，都是你与我在月下对饮，如今却只有我一个人饮着苦酒。你送给我的这枚银铃簪，我一直都戴着，可是它已经有些旧了。雪花，你快醒醒啊！你再不醒过来，我就要老了。六哥，希望你在天之灵能够保墨儿平安。薛谷主，谁让你进来的？双红没同你讲过，此处是药师谷禁地。我看此处湖上清风，山间新月，实为一番美景，便在此处饮酒浅兴。这设为禁地，是否有些可惜呢？多有打扰。师妹，天快亮了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我守着就行。以前是我不对，是我对不起你和墨儿。
这无根水是用来救木耳的吗？抱歉，没想到会吓到你。你连声都没有，当然会吓到我。我看这里荒山野岭的，应该经常会有野兽出现，就想提醒一下你，以后还是莫要一个人出国了。顾公子还真是怜香惜玉啊，只可惜是自作多情，无需你来担心。需要我帮忙吗？不必。这无根水跟那个孩子没有关系。那莫尔他……若想知道他的病情，等2日便是。就算和莫尔没关系，我也是可以帮忙的。你离开这儿就是帮忙了。白旗后事已成，却将围城大空。我正好打入吃火，化他杀士。此处阳光充裕，但原本有巨石爱路，没想到谷主也如此巧思，竟将巨石改成这么大个棋盘，真是有趣。是啊，谷主得了空便可以来这儿晒晒太阳、下下棋，倒也清静。黑子真言已具，有人来过了。谷主与这人隔空下棋好几年了，也不见两人约好一起来，谁想起来了就落一枚棋子，都下了好久了也没下完。不仅如此，始终未见过对方，连对方是老是少、是女是男、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，
也怪让人好奇的。说不定那人长得丑陋无比，才不敢见人。那谁说的？万一对方长得英俊潇洒，一表人才呢？不可能，怎么不可能？他虽盘活了生路，但我自有加吃之法，就看他上不上当了。谷主，你和那人下棋那么久，你就不想看看他是谁，长什么模样？我与他下棋，乘兴而来，兴尽而归，图的就是一个随心随性。是啊，要是谷不涉江湖之事，若是谷主知道那人身份，反而会平添麻烦。谷主，药炉出事了。这都3日了，怎么半点动静都没呢？师妹，你别太担心了，3日已到，墨儿一定会没事的。薛谷主，3日了，我是不是可以看看墨儿了？啊！哎，不是说好3日就让我见墨儿的吗？2位请在门外等候。我失针之后便应该醒来，为何迟迟还不醒？哎，墨儿，娘亲来了。墨儿，墨儿，墨儿。是你，是你害死了我的孩子！你答应我3日之后墨儿便会痊愈，为何如今他没了鼻息？都是你！你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都是你害死了他！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西城，别碰墨儿！把剑放下，别动！你敢动我们谷主试试？都往后退！我让你往后退！3天前，墨儿明明已经醒了，是你要求我们2人不得踏入药炉半步，我们皆已遵守。可如今墨儿却没了呼吸，你究竟对墨儿做了什么？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。问题就是你每日清晨都去采集无根水，却从未踏入药炉半步。这不是疏忽是什么？半个时辰，只需半个时辰之内查清病因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若是错过了时间，那他就真的没有救了。墨儿已经这样了，你不要再折磨他，我不会让你再碰墨儿。墨儿不怕。为什么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？你们可有给他喂过水？谷主嘱咐过，失针前3个时辰不得进食，连一滴水都不能喝。我们自然不敢违逆。你对他做了什么？快说，你是不是对他做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。你快说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，我什么都没做。
我什么都没做。若是如此，那即便是刺血放血也没有用了。那孩子的奇经八脉皆已萎靡，断是不能用一般的方式救治。我断他饮食，便是要让他在极度虚弱之时入归西之象，再施针逼出体内积闭，向死而生。若是此时给他进入一点水，就会有一份生气，导致归西不纯，不仅对治疗无效，反而会害死他。我就是怕你们会关心则乱，所以3日之内不能接近他。没想到还是功败垂成。冰窟，去冰窟。冰窟是由千年不化冰霜结成，他在极寒之地，可有望再入归西之象。在那里运气施阵，或可一救。谷主不可，不可！快，把孩子给我。墨儿已经如此了，你不要再折磨他了。我不会再让他离开我半步。墨儿乖，墨儿不怕。娘亲在。我今日若是不救他，大不了退还枕巾，倒还落个清净。你们若是出了此门，日后莫要后悔。师妹，把墨儿给我吧。谷主，冰窟如此寒冷，你的寒结……啰嗦，你们都出去。谷主，可是出去。霍七公子，师妹，先出去吧。这冰窟寒意甚骨，谷主是怕我们受不住。可谷主他还有寒疾。小程，去将手炉拿来。再拿件球衣。好。双红姐姐，一个叫轩辕三光的人在谷口闹事，兰兰姐姐刚刚下山送药，被他们擒住了。什么？那轩辕三光定是不服前些日子输给我们谷主，偏偏在谷主治疗病人的要紧时刻，你先在这儿等着，我去看看。走。嗯。难道你就狠心坐视不理？就是。你的赌术不是比我这赌王还厉害吗？今天
我们就拿着小丫头的性命赌一赌啊！就是。双红姐姐，快去请谷主吧。谷主在施针，不能停下。可是他们真的会杀了阮恩姐姐的。开门！再不开门，我就杀了他！小丫头，你喊呀，让你们谷主出来救你啊！哎呀！开门！啊！开门！快开门！放了那位姑娘。哪来的小白脸？几斤几两就敢替人出头？识相的赶紧滚吧！哟，这药师谷什么时候多了一个男人啊？啊，八成是薛子夜养的野汉子。我说这薛子夜怎么讹我这么多钱呢？原来是拿去养汉子了。不如请薛谷主也拿些钱出来养养咱们，再来几个小丫头陪咱们喝喝酒，那就更好了，是不是啊，兄弟们？哎，就是，我们老大呀，长得也很英俊呢。那是。如此一来，是不能善了了。口气不小嘛，就凭你一个人也想挡道？去，给我把他收拾！上！上啊！别过来！你要过来，我杀了他！别动！把剑扔了！不扔是吧？没事吧？吓死我了！日后，别再让我听到你们来药师谷闹事的消息。否则，我霍展白绝对不会轻饶你们。霍展白，对，你是顶剑和七剑。快走！惹不起！快走！你没事吧？应该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受了点惊吓。小金，快带他回去休息。好。墨儿，哭吧。
谢谢公主。多谢谷主，多谢谷主。从明日起，选用清金玄飞汤，连服3日，观察疗效，再确定更方与否。是。多谢薛谷主，大恩大德，护某永远铭记。现在知道谢了。你们先前还那般怀疑谷主，谷主本就身患寒疾，还在冰窟里待了那么久，怎么受得住啊？风律，我没事。谷主，谷主，快，谷主！谷主这次寒症发作太过凶险，淤塞了全身的血路，凭他的个人之力，恐怕很难突破。必须为谷主退血过功，快将谷主带去下支援。我来。甘洛。是。小陈，送秋水夫人回客房。好。秋水夫人，请。不是给谷主推血过功吗？怎么好像打起来了？薛谷主，我刚刚是为你推血过功，是怕你内心紊乱，身体会不舒服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那你为何打我？霍公子为我推血过功，多谢。你为我输送内力，我向你道了谢，但是我打你，是你欠的，一码归一码。都说薛谷主生平好色，没想到还会害羞呢。好色好色，自然是得有几分姿色。跟你这种歪瓜裂枣一起泡，活像被狗咬了一样，晦气。好心帮你推血过功，连句感谢都没有，居然给我一巴掌！你给我一巴掌就算了，居然骂我丑，什么人啊？哎！明明挺好看。谷主，幸好有内眼热泉，才及时遏制住了谷主的这次寒疾。药师谷有热泉流经，是这方圆几百里雪野中最为温暖之地，适合谷主居住养生。不过，此次除了热泉，也多亏了霍七公子在。谷主，可还在生霍七公子的气？霍七公子这次为谷主推血过功，怕是要耗费不少内力。我明白，只是
那人惯会得寸进尺，不能给他好脸色看。那谷主就给了人家一巴掌。不过谷主，你这次冒险相救的苦心总算没有白费。我看那木儿的病情的确好了许多。你看出来了？木儿表面上面色红润，实则气浅神虚。我在冰窟为他把脉时，发现他的体内多了一股至阴至柔之气。这阴柔之气与他的病症完全相克，所以才会导致这次的病情如此凶险。而这至阴至柔之气是天山派武功的独特之处。想必秋水阴不但擅自给他喂了水，而且给他喂的是奶水。这么说来，因为秋水阴喂奶，木儿的病情才急转直下的。阴柔之气侵入，导致他体内的积弊彻底不能疏散。我虽借冰窟以毒攻毒，但那孩子终究是病入沉疴。就一点法子都没有了吗？唉，若秋水夫人和霍去公子知道了，不知该有多难过。长痛不如短痛。